什么？外国人还在烧木头取暖？现在真的还有很多欧洲人靠这种烧木头的火炉来取暖呢？这个难道不是一个很古老的，像以前石器时代的一个取暖方式吗？难道我们没有其他的取暖的资源吗？那当然不是了。今天我来给你们讲一下，给你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德国家庭里面很多都会有这种用烧木头的这种火炉。再给你们说一下最近在德国的一个讨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考虑不使用这种用烧木头的这种火炉了。今天的这个分享就是一个很多德国普通的家庭经常要考虑的一个事情，所以可能对中国的朋友们也会比较有趣。咱们就直接开始分享。我是 Dicky 小伙子 Marky， 欢迎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分享。现在刚刚出来了，然后当然还在四川成都。今天的天气，哎呀，一般般，在下雨，也有点冷。今天成都这边的空气倒是挺好的，但是这个天气，哎呀，就只会想让你待在家里面不出来，因为有点冷。但是 Marky 还是穿了短裤 ，yes， 然后还在下小雨，然后多云，没有太阳，不是非常舒服。这种就是一个理想的，在德国那边要用这种烧木头的火炉的一个日子的一个天气，因为当然，欧洲的德国的人肯定不是靠取暖、靠温暖去用这个火炉，它更多是一个舒服、一个比较传统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娱乐方式，就是像这种火炉，你就负责自己加一些木头，把它放进去，然后点燃，然后它就会生产一个火，然后这个火就会让你的整个房间、整个家都温暖起来。先简单的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用过这种烧木头的这种火炉呢？感觉咋样啊？看着是不是有点感觉，有点舒服呢？反正我们德国那边的家，就是 Marky 家里面也有2个这种烧木头的火炉，然后每次我们用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虽然说它开起来、用起来是有点麻烦，但是每次开了之后，你就会感觉，看着这火，享受着这个温暖，好舒服啊！所以简单来说，这个东西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它就是一个额外的东西。全部靠这个烧木头的火炉来取暖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要烧的木头的这个量有点多，效果也不是特别好，而且还有另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哪个都晓得，烧木头不是一个非常环保的一个事情，因为它烧完了之后，它会有一些烟从那个房子的楼顶里面出来，直接到空气中。那么德国那边我们人口并不是那么多，并不是那么密集，也不是同时所有的人都在用，但是用多了这个事情对环保、对环境的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么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环保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着急的情况下，现在就很多德国人他们就考虑，哎呀，还要不要用呢？因为它就是一个乐趣，一个让你舒服、让你开心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也是没有太大的必要的，因为基本上德国家庭里面取暖会靠其他的资源和方式。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用电，还有石油，还有天然气的暖气的这种资源，然后还有一小部分的家庭，他们房子上面放了一些太阳能或者其他的可再生的能源资源。所以这样来说的话，用一个这样的烧木头的方式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其实也很可惜，因为当你下雨，特别是下雪，外面很冷的时候，坐在你的客厅里面，
看着火，喝着一杯咖啡，哦，这个才是最舒服的。跟你的家人们，跟你的猫狗一起坐着享受这个火，这个真的太舒服了。所以你们看，其实我们用的这个烧木头的火炉，并不是为了冬天的时候暖和起来，为了不冻死，它只是一个额外的东西。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不太环保的东西，很多人现在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我的朋友们，希望你们通过今天这个小小的分享，了解到了德国和欧洲的这些烧木头的火炉的作用是什么，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今天我想问一下你们如果住在这种比较冷的地方，但是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火炉，但是你们知道它用起来不是非常环保，不是非常好。如果有这个选择的话，你们会选择放弃吗？还是说你们不管这个环不环保的问题，还是会继续用呢？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反正目前来说，德国那边还是可以用这种火炉，但是很多政治家已经表示，这个事情可能在后面，在未来的时间内，如果环保的问题不解决的话，肯定要限制，肯定要用的少，甚至不用。那么今天来自 Marky 的分享就只有这么多了，希望你们喜欢，希望你们有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如果如此，那就记得留下你们的点赞，你们的关注。喜欢看 Marky 的视频的朋友们，可以在下一期视频又过来看一下，我有啥子有意思的分享了。